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三大裂痕显现，这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泽连斯基政府领导下的乌克兰军队表现亮眼，但是仍然难以摆脱被美国控制的命运。不过，最近发生的几件事让美国人感到难以接受。他透露出，美乌双方面临着相爱相杀的情况。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和乌克兰的团结正在缓慢地破裂，双方之间出现了小裂痕，具体包括：第一，双方对战争的目标以及何时结束战争产生了分歧；第二，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的责任问题到底是美国还是乌克兰；第三，有没有必要死守巴赫穆特的问题。目前，泽连斯基政府的目标是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领土，而且不打算与普京谈判，也不考虑结束战争的问题。而美国对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的想法不感兴趣。布林肯先前就已经向乌克兰表示，夺回克里米亚会踩了普京的红线，进一步让莫斯科升级战争行动，甚至会出现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五角大楼也怀疑，即使配备了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乌军是否有能力夺回克里米亚？尤其是俄罗斯已经掌控当地将近10年，如今乌军死守战略价值不高的巴赫穆特，美国国防部长就曾经公开表示不理解。美国政府透露说，是乌克兰的反俄武装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但是乌克兰对此表示否认，而且扬言要找美国人好好谈谈。美国的媒体也报道称，拜登政府已经向基辅转达了不会容忍在乌克兰境外的特定暴力行动。当然，这个锅可能甩不出去，因为俄罗斯并不认为乌克兰有能力对北溪管道实施爆破。那么，我们能从美国媒体的爆料中看出什么呢？首先，乌克兰不愿意替美国背黑锅，乌克兰有自己的战略野心，不仅仅是当美国的傀儡，所以不大可能在美国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替美国政府背北溪管道被炸的黑锅。因为国家恐怖主义一旦被实锤，俄罗斯的报复会非常猛烈。第二，乌克兰不理解美国持续援助乌军的真正战略意图，他们以为美国只想要击败俄罗斯，但是忘了美国并不希望俄罗斯崩溃，美国需要俄罗斯在未来还能够威胁到欧洲，这才是最符合美国搞离岸制衡的大战略。第三，不是美国在控制乌克兰，而是美乌双方在相互利用。美国在利用乌克兰军队消耗俄罗斯，通过代理人战争维持美国霸权，而乌克兰正在利用美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便有足够的实力来稳固泽连斯基政权。对俄罗斯而言，美国与乌克兰的矛盾虽然有，但是也乐观不起来。首先，乌克兰正在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让美国人不断的输血，而且越来越自信。这也意味着俄罗斯不能指望美国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在满足乌克兰军援需求的问题上仍有博弈的空间。可以预期，只要俄罗斯军队不从乌克兰4个州撤出，乌克兰军队的北约化就不会停止，美国会一直支持乌克兰打下去。乌克兰认为自己在为美国而战，甚至是帮美国消耗俄罗斯，这种心理优势感正在绑架美国。而在美国看来，这可不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其次，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规划并不完全受美国控制，这意味着俄罗斯面临无底线的报复风险。美国军方虽然一直在帮助乌克兰做战场分析，但是其具体作战规划层面的决策者仍然是乌克兰自己。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北约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下场了，未来他们也只是一个辅助的地位。美国的目标是扶持乌克兰军队变成一支足以抵抗俄罗斯的强大作战力量。拥有一个强大的军事盟友，有时候比自己下场更划算。乌克兰军队在决策层面更加独立自主，就更有可能干出没底线的事儿。这个俄罗斯要看懂。从目前的情况看，俄乌之间的民族仇恨只会越来越深。
最后，美国支持乌克兰发起反攻，可能仅限于除克里米亚之外的其他地区。过去总有人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失利之后的局势会非常严重。现在来看，美国的底线应该不包括克里米亚。如果美国不允许乌军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攻击和占领克里米亚，那么俄罗斯对这场战争的底线目标呢也就明确了。总体而言，虽然美国人已经开始抱怨乌克兰不背黑锅、不听话、不感恩，不等于乌克兰军队会在短时间内失去美国的支持。美国与乌克兰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俄罗斯将面临战争的长期化，但是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仍然是可以预期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